大家好，我是多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。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对于很多上了50岁的人来说，健康长寿的身体离不开长期坚持早起的习惯。毕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所以它们都会起得很早。但是你知道早上几点起床才是最健康的吗？不是5点，也不是7点，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们，越早知道就越好哦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如果能坚持早起，其实对健康是有不少好处的。首先，在精神状态方面，不管男女老少，早起的人精神状态肯定要比晚起的人好。尤其是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早起的人沐浴着阳光，那感觉想想就很棒，整个人也会变得有活力。而一觉睡到日晒伤肝的人，因睡得太久，反而使得脑部缺乏供血，精气神自然也不太好。其次，在皮肤方面，如果长期拥有作息规律的好习惯，皮肤状态自然也比较好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不难发现，每次熬夜之后，第二天起来不仅有黑眼圈，人也很憔悴，气色很差，面色发黄。这是因为睡眠时间太少了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再者，在免疫力方面，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可以让人养精蓄锐，一定程度上恢复白天对精神和体力的消耗，从而提升免疫力。还有研究显示，那些有着良好作息习惯的人，你天天晚上不睡觉，大白天又起不来的人，做事的效率较高，像是猜字谜，正确率要高出30%。而且长时间睡不够时间的话，可破坏大脑专注的能力以及记忆力，时间久了办事效率也低。另外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，不管处于什么年纪，早起的人情绪往往都比较积极，健康意识也更强，幸福感要高于晚睡不起的人。因此，如果想拥有一个良好的皮肤和健康，那么首先请你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。但是要注意，这个早起的习惯可不能定得随随便便，盲目早起不可取，危害或比熬夜大。早起虽好，但是也不能太早，因为人体有最佳睡眠周期，晚上10点左右入睡，早上自然醒。必须在保持健康睡眠的基础上，早起才有意义。如果睡得不够，人反而没精神，对健康也不利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一项研究发现，人的睡眠时间低于平日，即使是少了16分钟，也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效率，比如出现没有精神、难以集中注意力、判断能力变差等。而要是长期如此，还会损伤大脑，提升老年痴呆、抑郁的发病风险。过早起床的人，体内皮肤醇水平更高。众所周知，皮质醇是一种与压力有关的荷尔蒙，因此过早起床的人更容易患肌肉疼痛、头疼。而皮质醇使人体对外界刺激的警惕性提高，也更容易烦躁和疲惫。过早起床的人很容易疲惫，因为白天较长，午餐和午休的时间也相对较短，更容易出现疲惫现象，晚上就会更早的躺下。长期以往就会出现睡眠昼夜规律紊乱，因此早起好处是不少，但必须是建立在健康睡眠的前提上，切记不可盲目早起。什么是健康的睡眠？常说一个人至少睡8个小时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这是真的吗？其实不然，健康的睡眠最重要的不是时间，而是睡眠质量。如果缺乏深度睡眠，即使睡的时间越长也没用，
2017年，美国睡眠协会发布了一份睡眠质量建议推荐指标，大家可以先自测一下。首先，在睡觉之前，要把电子产品放置一旁。如果长时间无法在30分钟内入睡，说明有失眠的可能，睡眠质量往往不太好。建议及时调整。睡眠质量好不好，还可以看一下夜里醒来的次数。如果每晚睡醒5分钟以上的次数不超过1次，说明属于正常情况。老年除外，65岁以上一晚醒2次也正常。如果超过这个次数，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，看是否有其他不适，最好及时就医检查。醒了之后，如果可以在20分钟之内重新入睡，并且只是偶尔出现这种情况，说明睡眠质量尚可。如果夜里可以很快入睡，且能一觉睡到天亮，即便是夜里醒来也能够很快重新入睡，说明睡眠质量还是比较好的。继续保持相反则为不好，需要及时调整。通常来说，健康睡眠最好符合3个条件：一是夜里10点左右入睡；二是尽量保持有6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。不同年龄标准不同，所以具体因人而异。三是第二天起来精神好，充满活力。此外，一个人睡得好不好，也是和睡觉的姿势有关的。不合适的睡姿总是会影响睡眠质量，那么正确的睡姿又是怎么样的呢？正确的睡姿是什么？对一般人来说，侧卧睡或仰卧睡都可以。这2种睡姿容易保持脊椎的平衡，放松肌肉，减轻脊椎的压力。侧卧时，手臂放在身体2侧，最好在膝盖下放一个枕头，让双腿与下部脊椎成一条直线，这样就能让背部获得更多支撑。侧卧睡时，最好将腿稍微弯曲，在2膝之间放一个枕头，这样可以避免骨盆扭曲，对脊柱产生压力。不过，也有研究发现，侧卧或者仰卧睡会增加患老年痴呆的风险。事实上，除了有疾病的人群和孕妇、儿童等人群要注意睡姿之外，健康人群不管采取哪种睡姿，目的是睡得好，睡得香。强迫自己采用某体位，反而可能导致失眠。但有时候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都有可能面临着不得不熬夜的情况。选择熬夜处理还是凌晨早起呢？如何科学的熬夜？事实上，只要能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，这2种方法都可以。习惯熬夜的人通常在晚上效率更高，因为晚上相对安静。习惯早起的人可能觉得早上状态更佳。熬夜期间应该多喝水，避免久坐，因为熬夜加上久坐很容易形成下肢静脉系统血栓，而多饮水适时活动则有助于血液循环。此外，熬夜后尽量不要开车，睡眠剥夺会导致注意力下降和烦躁，会容易引发路怒症和交通事故，以及熬夜后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亢进，引起胃酸分泌过多，容易发生溃疡及残表性胃炎。所以晚上需要熬夜的话，尽量还是选择易消化的食物，如粥类、汤面等非油炸食物。当然更不能剧烈运动，熬夜后身体机能下降，剧烈运动会出现心律失常的意外。不建议过多补觉，补觉要适度，补觉时间过长会引发第2天失眠。可以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，加速血液循环，有利于舒缓情绪和加速血液中废物的代谢。总而言之，睡得太晚和起得太早都会对健康不利，所以最健康的模式是在健康睡眠的基础上尽可能早起。而不同的年龄，健康睡眠质量指标也不同，
因此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定制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。最后祝大家每晚都好梦，一觉睡到天亮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